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immy。我是 Joanna。看到后面的电视墙，整个紧张气氛就上来了。对啊，今天终于体验到什么叫1秒钟几十万上下的感觉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帮你看财报、找股票、分析风险的，会是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 AI？听起来很厉害，但先别急着把存款全部交给他。AI 可以帮你投资，却不等于它能保证你赚钱。所以我不能只问一句，明天哪一只股票会涨，然后等着退休吗？如果有这么简单，我们现在应该在夏威夷海滩，边吃海鲜大餐边录影，而不是坐在这气氛紧绷的证券行里。是我太天真了。早上搭捷运，手机可以提醒你持有公司的营收刚公布。午休时 AI 已经能把20页新闻整理成3个重点。晚上回家，它还能帮你检查投资组合是不是太集中。过去人工选股要搜寻新闻，打开财报，再把数字抄进试算表。对啊。AI 像增加一支研究团队，能分类资讯，找出异常并产生比较表。但资料是否可靠，优势能否延续，价格是否合理，仍要由人决定。AI 找到的是几率与模式，不是能预测每次上涨或下跌的水晶球。利率、政策、战争、技术突破和突发消息都可能改变市场。先定目标，找候选，人工查核，定买卖规则，把 AI 当副驾驶。了解。AI 第一项能力是快速整理结构化与非结构化资料。结构化资料包括营收、获利、负债、股价与成交量。非结构资料则包括财报文字、法说会逐字稿、新闻与产业报告。营收成长 15%， 但应收账款成长 40%， 就值得追查。好。这可能代表客户延后付款，或公司用宽松条件换取成长。第二项能力是从历史价格与成交量辨识趋势和波动模式。OK。股价上涨时量能放大和量能萎缩，可能代表不同的参与程度。技术讯号是一项证据，不能单独解释公司价值。第三项能力是情绪分析，估计市场偏向乐观、悲观或高度分歧。负面文字增加可以触发提醒，但语言的反讽和上下文仍可能误导模型。了解。大家都很兴奋，不一定代表我应该跟着买。没错，大家越兴奋，价格可能越早反映最好的想象。条件筛选能把上千家公司缩小成可研究的名单。你可以设定营收成长、自由现金流为正、低负债及合理估值。这是研究名单，不是保证盈利名单。生成式 AI 可以摘要公司的收入来源、成本变化、展望与风险。然后呢？指令要限制资料范围，要求正反变化、页码和无法确认的资讯。比较两剂用词，能发现管理层语气是否悄悄改变。OK。所有摘要都要回到原始文件，核对单位、期间、科目与百分比。选股平台适合设定3到5个真正符合策略的核心指标。条件不是越多越好，太严格可能只找到过去完美的公司。有道理。买了8只股票也未必分散，可能6家都依赖同一种景气。好。 AI 能按产业、地区、币别、公司规模与风险因子分类资产，还能测试科技股下跌、汇率巨变或高利率时组合可能如何反应。警示最好分成立即查看、每日会诊和每周检讨3层。所以工具越多，不代表答案越准。5个工具可能只是重复同一个错误资料。工具的价值在来源透明、更新时间清楚、方法可理解，而且你愿意查核。建立流程的第一步不是打开 AI， 而是先写下投资目标。这笔钱是3年后的头期款，还是20年后的退休金？ OK， 了解。你能承受账面下跌 10%、20%还是 30%？ 你需要稳定现金流，还是愿意承受变动换取成长？心理上敢冒险，不代表6个月后要用的钱也适合承受大跌。先安排预备金、保险和短期支出，不要拿不能亏的钱测试策略。第二步，请 AI 建立候选名单，而不是直接替你下结论。让它说明每个候选符合哪些标准，又缺少哪些资料。好，了解。第3步是人工查核，先从公司、交易所或监管机构取得原始财报。OK。再研究品牌、规模、专利、通路与客户转换成本能否形成优势，也要看管理层是否诚实配置资本，有没有乱发股票或昂贵并购。不要只找支持买进的资料，
要问什么证据会证明自己看错。嗯若无法用可查证的证据回应最强空头论点，研究就还没完成。好，第4步，在买进前写下价格区间、估值依据、部位与分批方式。了解。退出条件可以是竞争力消失、负债越线或管理层诚信受损。先写下来是为了避免市场一震荡就忘记当初怎么想。正是如此，事前规则能降低恐惧、贪婪和我不可能看错的影响。固定研究表要记录来源、营运数据、竞争优势、估值和反方证据，格式固定才能公平比较公司，避免因偏好而放宽标准。第一次让 AI 中立分析，第二次才提供假设，并要求它找漏洞。要求分别列出支持、反对与无法判断的证据，答案通常更平衡。有道理。研究也要有停止点，否则 AI 只会让你产生更多报告。回答商业模式、财务安全、优势、估值与风险后，就做暂时决定。关键资料拿不到，就把不知道视为风险，不要让模型猜测补空白。重要数字都要问来源、截止时间、使用时间和计算定义。资讯不足时，生成式 AI 可能自信地捏造新闻、数字或网址。了解。如果他说根据某某研究，但我找不到那份研究呢？ OK， 那就把它视为不存在，直到你真的找到原始研究。测试100种组合，再挑最好的，可能只是刚好配合过去杂讯。漂亮回测常忽略交易成本、税、流动性和下市公司。好。模型建立时间与测试时间要分开，还要跨国家和景气循环验证。不要只看总报酬，也要看最大跌幅、波动频率和连续失败时间。OK 保证盈利、催促汇款、索取密码或不受监管平台都是危险警讯。我们用虚构的晨光咖啡公司示范，避免变成特定股票推荐。先只根据年报整理商业模式、产品、客户、收入与成本，并附页码。同店销售成长要分清楚是客流增加还是单纯涨价。获利增加但现金流停滞，就要追查新店投资与回收速度。评估债务不能只看多寡，还要比较现金流稳定度与还款期限。建立多头、基准与公投情境，每个情境都要有可观察指标。AI 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答案，而是一张查证清单。证据完整，估值有安全边界且符合配置，才考虑小额分批买进。知道了。不买也是有效决策，错过机会比承担不了解的风险容易接受。有道理。AI 擅长阅读、整理、比较和提问，人类要负责查核、估价与决策。先用小额或模拟投资测试，并记录证据、查核、理由和退出条件。几个月后回头看，才能知道工具真的改善决策，还是只让你更快冲动。对啊。检讨不要只看盈亏，要看资料、假设、反方证据、部位和规则。了解。今天一句话总结呢？好，让 AI 帮你踩油门，但方向盘、刹车和目的地都要握在自己手上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本篇仅供教育参考。做决定前，请独立分析，必要时咨询专业人士。没错。别追求每次都猜对，先建立一套即使猜错也不会离场的流程。记住了。也欢迎按赞分享，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次见。拜拜。